迎来到 Angel 九州的频道。这次台南之行，让我终于明白了露露她的台南室友所说的“一日吃5顿”啊。哦，你要是有机会来台南玩，1天吃5顿这样。但我觉得还是远远不够啊！这次就要挑战吃的行程，我人生第一次从早吃到晚就要献给台南了。你有没有过这种感觉？明明整理好了头发，带了喜爱的配饰，换上利落的职业装，但是包包好像有点不对。这不是错觉，哈佛大学心理学家提出的穿着认知理论告诉我们，你穿什么哪有什么，反过来改变你的大脑，改变你看待自己的方式。这时候换上一个质感很好的包，整个人的姿态和心情好像瞬间就不一样了。这就是我选择了 Teddy Blake 的原因。他来自纽约，却把灵魂安放在了意大利。首先是设计的确定感，它有顶尖设计师操刀，每一个线条和比例都经过计算，能让你在背上它的瞬间不自觉地挺直身姿，这是一种由外而内的姿态矫正。其次是材质的疗愈感，意大利顶级皮革的触感和气味会直接刺激大脑分泌多巴胺，带来一种我值得被好好对待的心理暗示。这不是玄学，这是质感的神经科学。最后是它最核心的诚实感。Teddy Blake 选择和欧洲顶级品牌共享意大利的匠人与工坊，却拿掉了巨额的品牌溢价。他们相信真正的奢华是材质与工艺本身，而不是那个遥不可及的价格标签。美感是一种投资，你投资于美好的事物，大脑就会回馈你自信与力量。所以我选择 Teddy Blake， 他提醒我用聪明的价格投资一个更好的自己。如果你也想体验这种由外而内的改变，可以点击资讯栏里的链接，那里有为你们准备的专属折扣码。Let's find your perfect bag。第一间阿伦虱目鱼，之前分享过啊，就是我回老家宁波的时候，我们所吃的海鲜料理方式无非就是川烫、水煮或者是蒸，简单调味的。同时我也不爱吃肠子类的料理，但是没有想到某天晚上我在 YouTube 上观看台南这个煎的有点焦黑的虱目鱼肠，我竟然口水直流啊！心心念念想一早就试一下。阿伦虱目鱼在台南水仙宫市场第42摊，相较于其食材，价格真的很亲民。不过与以往简单的早餐相比，这次台南之行的早餐可谓是相当奢华呀。煎至金黄的虱目鱼肚，配上胡椒盐。老板，请问一下，这个鱼肠是虱目鱼的鱼肠，还是说一般鱼的鱼肠其实都可以吃？主要是虱目鱼的鱼肠，因为它咬起来的口感就是会比较浓厚，而且香气会比较香。小时候都吃这个长大的，我们会把它煎到酱起来，就是吃鸡肉一样。但是口感的话会比较，就是不会像说你在吃那个内脏有重口味那种。就不会有了，对吗？对。它是需要就是放那个什么料酒，然后去掉它的腥味这种。我们是杀完清洗过后的话，我们会用就是冰，一定要去用冰块盖着之后，它才会说它鱼肠的那个鲜度才会比较好。哇，这油还是挺多的，老板帮我沥干了。我觉得刚才吃的时候，这第一口比较软，然后后来吃的时候就觉得它很酥脆，可能就是跟它那个炸的程度不一样，就刚才就炸的比较透，所以它就比较酥脆。然后它整体呢是有一定的咸度的，所以我觉得我们一早来吃这间，然后我没有点饭嘛，因为待会想着再去吃别间，也不能配酒，然后就觉得有点可惜。我觉得当下酒菜还是非常合适的，然后下饭也很合适。老板也说他从小就吃到大，我就觉得挺特别，因为对我来讲，我30几岁我第一次吃鱼肠啊。可以吗？可以。老板有用冰块处理过，然后加上就是它炸的这个过程，其实它本身内脏的口感是吃不太出来的。然后我觉得就算是害怕内脏腥味的人，其实都可以试一下。它的皮是炸到金黄色。我觉得虱目鱼肚煮汤，它的那个这个油还是挺油的，煎过油就好很多。配饭应该很好，我都没配饭。突然发现我好像是第一次在菜市场吃，就菜市场只是买菜，然后第一次是在菜市场就摆一个桌子，然后直接吃，接地气啊。第二间三兄弟鱼汤店，你有刚吃过早餐马上吃午餐的吗？
反正对我而言这是第一次。这个红色的海基姆500，谢谢哦。那是待会再付吗？对，浩姐，这些都是每天准备食材吗？对，有些现钓的海鱼是昨天下午钓的。哦，会去现钓一些海鱼是吗？对啊，这个是香囊养殖的，这个是五仔，这个老板喜欢吃，所以一起加在里面一起卖。这就是他们做出美味料理的开放式厨房。吃饭的空间不大，庆幸我们来得巧，刚好有个位子腾出来。还要一给他。好啊。姐姐不好喝汤，那个也是更多可香。那这个鱼汤的一块鱼就是感觉胶质很多，非常的弹牙，然后你还很喜欢那个汤。还有点鱼肉啊，这很好吃。公公煎的也差不多。不小心就是早餐吃的有点多，就是2间鱼的早餐好像超了预算，因为加了一条煎鱼，稍微有一点腻呢。点这个喝的。这是一间很隐秘的店，我要朝这边看，你要从那边看。小小孩透过关紧紧的窗户看得津津有味。这是我们的对吗？好苦哦，我好想喝。西瓜维宁，好喝吗？好喝。你知道这是西瓜汁吗？不知道。那你觉得还喝到什么？那个西瓜的皮块。柠檬有吗？没有。这家店的特色大部分都是西瓜味，但是带一点柠檬的鲜度，很好喝。本来想说尝试这一间呢，很多网红也有推，但是它必须要提前1天预定，然后就没办法。这边超多三角形的房子。糟糕，清单上的虱目鱼水饺，我也只能因为这门前若市的景象作罢了。没有方案 B， 那就边走边吃吧。第3间阿龙温体牛肉汤，没有查任何评价哦，但感觉台南任何一间温体牛肉店应该都不会差吧，就当做转角遇到爱，盲测一下。这家阿龙牛肉汤本来不在我们的那个清单上，是因为我们要去吃虱目鱼的水饺，然后人排的太多了，所以我们转角出来的时候正好看到，就这么随机的就进来尝了一下。虽然它的牛肉片不是那种很惊艳的大份，但是呢吃在口里真的是很新鲜爽口，特别是刚才其实他在做那个芥蓝牛肉的时候，他放了1大匙的那个红砂糖嘛，我其实还挺担心的，但其实真的吃的时候没有觉得那么的甜，而且它挺提味的。那个牛肉汤的话也是非常的软嫩，我觉得就是幼儿吃都很 OK。有一些排队的人也超级多。小卷，第4件。第4间修安豆花，豆花可以说是我来台之后最爱的甜品了。这间当地人一定很多人吃，因为当上间牛肉店的老板听到我们家弟弟在店里说着要吃豆花的时候，他就打趣道说：“你们是去修安吗？”哇，这边2间店人都好多。其实这间于我而言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我心中最怀念的豆花是公公家附近一间已经倒闭的小豆花店，豆浆非常的醇厚，用量足，想到我就伤感。那我这个是这样。第5间老曾羊肉，我是家中最爱吃羊肉，在别人吃来的那股羊骚味，在我口中那是美味，所以我对羊肉的期待应该说是蛮低的，就是原肉嫩一点。只是呢，这一次是在冷气不太足的情况下来吃羊肉，感觉好像有一点不习惯。
点的是大份的炒牛肉。老公，你猜这个羊肉这一排多少钱？120，150，还可以啊，量可以。好像有股药膳的味道，和我平时吃的羊肉风味不太一样。那汤匙好大呀，专门用来喝汤的。它这边没有，就是孩子用的那种餐具，然后孩子用这么大汤匙就很难舀那个饭。想喝汤蛮爽。第6间城边鳝鱼，承载了我太多童年的记忆了。我们对于鳝鱼的处理呢，我们常常是红烧，也就是酱油烧，可以把它做得非常的 Q 弹，或者是呢和大蒜头一起焖，也就是炖的。开锅的时候非常的软嫩，虽然整个鳝鱼都没有去骨，但是真的就是入口即化。所以从小我们就会自己去骨。那这次在台南听说有鳝鱼的料理，那不管自己还吃不吃得下，我觉得都必须要试一下。可惜内用的位置没有了，只能外带。回到饭店打开时，鳝鱼的光泽还是十分诱人，可能真的是焖太久才吃，鳝鱼已经有点干了。不过它的锅烧面酸甜，还带着重重的锅烧味，让我忍不住把所有的面食全部消灭。罪恶的淀粉啊！这次因为没有内用，我都不敢评论。这2天就是一直在路上走，狂走，然后台南也挺热的。然后每次走都是一身汗，然后走到店的时候就发现，哎，好像也没有冷气，只有电扇这样。但是我发现大家都吃得很开心，然后我就问先生说，哎，那都没有冷气，大家这样都坐得住哦？他说反正就吃完一身汗回去再洗澡不就好？我想想也是，有这样的生活其实也是挺自在的。最有意思的是，我觉得我们就是在街上走，然后一直想说，哎呀，要开箱这间，开箱那间。但事实上，我们真的在路上走的时候，就会发现说，其实很多店都很好吃。就光看那个菜名，我在想说，下次要不要试一下，不做攻略，直接就什么看到什么吃什么，会不会踩雷？我觉得这个也挺有意思的。我发现台南还是会有一些连锁店，就是跟台北一样嘛，比如说像 Q Burger。那我想，如果说有人从台北过来，应该不会再跑到这边来吃连锁的吧？应该会吃当地的自己开那种个人的小店，对吧？突然发现路被挡住了，这样摆放是可以的吗？第7间绝顶炒饭，在离开台南的最后一餐，我先生指定要这间店的炒饭绝对要惊艳一下各位啊！第一次看到如此放荡不羁的瓦斯炉台面，但是当我吃到店家的炒饭时，那个锅气足以证明店家把最家常的东西做出了最优秀的样子。先来点餐。现在我们是在回程的当中，因为它的店面相对真的就是可能不太适合我们带2个小的吃啦，所以呢我们就在车上吃啦，一边回去一边吃哈。那我现在要开箱我的那2个炒饭，非常火力全开的炒饭。这个是青柠龟炒饭，这份是150，然后那个小卷是160，这个倒是蛮惊艳的啊，5个小卷，我觉得小卷有点像中卷嘛，排在一排，感觉这个气势还是很厉害的哈，海鲜盛宴的感觉。刚才还因为天气很炎热，每个人都有一点闷闷的，没想到一打开这一碗小卷炒饭，整个人这个就是心情一下子就明亮了，你知道吗？摊这么大颗啊，好吃耶！炭烤的那种口感，但是又很嫩，加上一些蒜香、辣椒的味道，辣度还好啦。是香的，我觉得小孩吃都可以。很赞，仿佛身处在海边。虽然我现在高速公路上，身处在海边的感觉，有没有？这家真的是蛮推的，CP 值很高，而且老板他人也非常的热情。虽然我听不太懂台语他们在讲什么，但是我感觉他跟他的客人那个互动的感觉很好。然后他又是那种很豪爽的性格，他在炒那盆青菜的时候，我没有拍他，
突然我发现，哇，那个火从下面一直窜到那个最上面，那个声音又很大了，热浪又很足，我就有点吓到。我就跟他说，我说刚刚很可惜没有拍到。然后他说他原来的性格跟这个火是一模一样，我可以感觉到他火爆，现在应该也是。就我刚才一直有在观察这个老板炒饭的过程，我觉得还蛮有趣的。他的动作都非常的利落，不管是抓一把调料，还是弄一碗饭，就好像几乎就是1秒一个动作，他每一个动作都很在那个节拍上。他就是一直重复这样工作模式，我觉得也挺佩服的，就会感觉到他炒饭那个热情，然后再加上他在跟他的一些客人的互动，跟我的一个互动，他就是看我拿着这个拍嘛，就是问我啊，你是电视台的吗？我说我不是，我说我只是一个 YouTuber， 然后他就开始询问说啊，那你是哪一个频道呀？你谢谢什么来拍摄啊？我就觉得哇，他可能是这几天在我跟其他的一些台南店家互动的过程当中，他属于最热情的那一位。有一些他可能比较害羞，有一些就可能也就太忙了，就反正也没有办法来跟你互动什么的。所以我今天印象在离开台南的最后的那一餐，我印象就特别好，就是跟他的互动上感受到了台南人的热情吧。这趟台南之行，一入午餐那真是低估了台南的美食啊！从虱目鱼牛肉汤到鳝鱼意面，每一口都像在说再多吃一点没关系。虽然胃是撑了，但是心里还有很多的遗憾没有吃到。也许这就是台南的魔力吧，让人永远觉得还不够。如果你也有私藏的台南必吃名单，欢迎留言告诉我，下次我还想吃点不一样的。别忘了订阅、按赞、分享。我是卓卓，我们下期影片再见。